这一集我们要用科学数据的方式，把市面上所有的军规耐摔的手机壳都拿出来测试，看谁是2025年真正能够保护你贵桑桑手机的防摔手机壳。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少年》，终于来到了这个军规手机壳世界擂台赛。我跟你讲，上一集留言区沸沸腾腾，我跟你讲，这一集我就要看到血流成河。会不会太奔放？会吗？这么奔放？会吗？这么嗨？没有，我今天心情很好啊。我们从上一集就可以知道，通常网友不太理性。那个留言区哦，讲话真的是不留情面。这就是我们做这一集的目的性，就是相信科学。不是感觉，不是靠嘴，对你不能键盘高手。所以这一集我们就真的制作单位啊，然后那个刘备同学啊，还有我们的同事们啊，跟收集了许多网友，还有网友寄给我们，他说他觉得这个最屌，能够省一个壳钱就省一个钱，能够省一个。经费困难，所以我们从里面先把一些阿里亚扎的真的就是拿掉，然后有一些是大家在上一集留言就是讨论度很高，虽然我觉得他阿里亚扎没关系，我也是把它拿来测。所以这集我们没有收任何品牌的钱，大家可以放心的阅。没错，因为这样子，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才不会得罪人，再来就是当有资方的加入之后，这资本的力量。你们学校做实验有没有资本的力量会影响？其实真要讲话，真的有哦，就是你那个公司找你合作的时候，你要做数据要做得漂亮一点。好，你可以闭嘴。其实我们频道这6年来，就是有很多手机壳都跟我们合作过，为了不要让大家受伤，我们探讨科学、物理。数据，那我觉得这一集这样子就是不跟任何人联络，直接拿全部的壳是最好的。只要你联络了，你可能就会有人情压力，有偏颇。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正式开始工业之极致手机壳对决。在开始之前，我要先邀功一下。经过上次的那个历练之后呢，我跟我们的工程师团队，我们一起设计了一个网页。然后它是连通我们这个量测冲击力的器材，那它等一下可以即时显示它的数据。这没什么好稀奇的，我们公司很常做。他们就很厉害，它可以即时显示它的冲击力数值，以及它的吸收率，以及我们上次不是有换算那个 CP 值吗？1块钱换算多少？就是打下去就可以直接呈现所有要的。我们上一集拍的所有数据。对啊，不然我们之前那边算不知道算多久，有够没效率。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工业上是重要的。当你发现你们公司有一件事情重复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时候，写程式，自动化很重要。自动化，没错。好，那我们比赛开始。第一支，相信有些观众没有看过上一集。虽然我们老板才是设计器材的专长，但是我刘备，身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机械系设计组刚拿到毕业证书的我刘备，还是要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器材到底在测什么。好，给你10秒。反正我们上次测过的数值就是裸机是4722牛顿嘛，那这次呢，我们就要装上各家品牌的手机壳来测一下。基本上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就是最厉害的了。没错，那这个裸机跟它量测到的数值的差别呢，就是这个手机壳的防护效果。那这个数值越低呢，就代表它的防护效果越好，那你的手机受到的伤害也会越低。简单来说，就是测下去的数字越低，表示它的吸收牛顿的力量越多，吸收比率越高，然后就能够让你的手机不会受伤的几率就越高。那上一次如果你没有看过上一集，因为裸机摔下来是4700，也就是说400多公斤的重量，差不多。你的手机壳能够帮你吸收掉1半，我觉得都算是蛮厉害的，都不枉费你花了这几千块。首先，第一个参赛者应该是韩国第一品牌的 S 开头的牌子，里面有双色的设计，黄色跟黑色，应该目的就是为了要区分2个区块，能够互相吸收这个互相的冲击力，而且它那个肌力感觉是有被设计过的，所以是复合材料吗？感觉上。工业极致挑战赛手机壳系列第一撞，3、2、1。2576吸收率45.45%，1块钱你能够换算1.16牛顿。它一个壳多少钱？这个是多185，1850块。好，因为可能冲第一个大家还没有什么感觉。对啊。好，要比较嘛，就马上来第二个。第二个就是网友应该看了第1集就找到很多洞要找我们麻烦，就是说你如果要算 CP 值，我他妈不如买一个夜市200块的手机壳。也是有它的拥护者。毕竟我们看很多华人观众嘛。有意思，你想要说什么？没有，就是每个人就是大家价值观不一样。280块的夜市壳，准备好了？准备好了。3、2、1。3292，3000多，你的手机应该坏了，可能稍微有内伤。也不是说没用啦，30%啦，280块，有比没有好。能把贝塔扣可以了啦。对啊，因为它的 CP 值很高因为夜市壳太多种了，所以我们就到大庆夜市随便找了一个壳。反正就是因为在第1集的下面有网友讲，
就是夜视壳才是王道。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夜视壳最便宜的，测出来3292牛顿，还是有30%的吸收，还是不错的。好，你如果280块，30%，果然有拥护者。好了，接下来这个牌子算超大的，因为到处都有它的店面，香港品牌。我先把它的 logo 贴起来，因为我才不会到时候测价我真的差很多，干我爸会告。我觉得这个材料蛮特别的，这也是网友讲说这应该是超级强，因为他是说它是矽胶材料。平常如果你用做到射出手机壳的话，大概都是什么 TPU 啊，或者是 PC 啊，然后矽胶算是少见。矽胶其实就是各位水电师傅，还是你在做玻璃的师傅，我们会旁边会粘怕处理孔，感觉压下去很软，对不对？然后应该可以吸收一点冲击哦。可能对不对？可能 maybe， 我觉得没有。香港品牌代表7排开始落下，3、2、1。2439牛顿，2439牛顿，吸收率48.35%，每1块钱你吸收了1.16牛顿。好，所以香港品牌赢了韩国品牌。国中之间，很小的区段了，也有可能是那个误差。而且你看它现在这个4个角等于是长出了一个耳朵出来，完全就是有特别设计，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比赛。但实力控材质可能有一个大家不知道它的天生劣势，它没办法连续刷很多次。哦，你说它回复的速度很慢吗？这个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测别的。这样跟上一个差多少？大概差800牛顿吧。那你知道它要价值多少吗？1680差800。对啊，那我是不是不如买夜视壳？买夜视壳拥护者。接下来第4位参赛者也是网友推荐的香港品牌矽牌的复合材料。这个复合材料够复合了吧？壳加镜面，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是不是用不同的复合材料合在一个手机壳上，然后敲下去的缓冲就会吸收多一点。你说跟安全帽一样吗？射出的外面硬壳嘛，里面有保丽龙嘛，然后中间有棉嘛，在各位键盘网友上面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隔音也是一样啊，隔音就是不同的材料隔起来，因为你要阻挡它的振动频率。对，隔震跟隔冲击，好像就是你加越多材料，复合材料它就越难传递这个力量的冲击。哦，因为它频率不一样，所以它递减的那个也会不一样。对，因为材料振动不一样。镜面代表复合材料是否会更好呢？3、2、1。我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3315。那 CP 值超差的，所以跟你想的一样吗？我跟你讲，复合材料理论上是这样子没错的。网友物理小天才嘛，理论上是这样，所以这我才告诉你，你看到后面第2轮比赛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工业设计到底多重要。但我没讲你错哦，复合材料理论上好像是比较聪明啊，但是测出来是3315，我觉得你手机应该蛮行。太气了。有机会啦，有机会。接下来下一位挑战者，应该大家无异议，就是从外观上、从视觉上、从价钱上，那应该都是非常高的，感觉够防摔了吧？你看已经加了这个外面加一个手指虎，溃缩空间是蛮足够的。手指虎又加上复合材料，刚刚的那个理论，复合材料比较强，而且又外扩了这个缓冲。车子一样啊，前面有溃缩区。这感觉大家开始有那个物理学理论开始出现了，溃缩区。像人家说那个日系车溃缩区就做很大嘛，不要觉得它车子好像撞的很多。它其实为的是保护里面的乘客。说看起来撞得很烂，但你很安全。但是那种宾士的 G 卡就不一样，他把溃缩区就坐在别人车上，每个人使用的保护本体的方法会完全不同。你觉得这会很高吗？看在它有溃缩区上，应该会不错吧？应该会超低，对不对？看会不会来个1000多？3、2、1。2189，吸收率53.64%，吸收率很高但是它真的很贵，1块钱换不到1牛顿。怎么样？你不满意吗？没有，因为已经有伤痕。不过这个等一下应该有机会进到第2轮复赛，因为第2轮复赛我们要测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接下来这个第1排各种均啊，颜色也够均，然后它有金属的按键、复合材料，然后这个镜头旁边也用了金属框，所以它边角也有加强。我觉得它有2个可能，金属材料放上去之后，重力加速度把它超重，就跟我们上次那个一样，装了比不装还要痛，会被告。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因为它四面角一样跟那个白色的弯弯的吸排一样，就是有加强。总而言之，3、2、1。2338，吸收率50.49，
CP 值1.34，也没有说很高啦。接下来下一位挑战者提供的人肯定看了我们第1集，什么意思？所以你看这个猫耳朵是什么意思？而且这超级厚完全在重点部位加强到了加强极致。然后它也是2种材料，本身的弹性算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今天全部的冠军就是来自于这个杂牌壳呢？有可能哦。我觉得提供这个手机壳的，它有没有可能就是看到了上一集之后，马上开发出一个特别设计，马上 CNC 切下一个猫头这样子，就是它要成为第多少钱？300块，300块，便宜有信仰，便宜的信仰到底多少呢？3、2、1，我看这个声音屌，这声音。847，哇，吸收率82%，超扯！你们看到CP值12.92，无敌啦！我再试一试，小猫咪壳，3、2、1，我这声音很棒，821，吸收率82%，换算1块钱，你可以吸收13个牛顿，比刚刚那个夜市透明壳还要更屌。如果你一样都要买夜市壳的话，我会建议你买猫咪壳。它开了啦，它其实一撞就开，它真的是软到一个极致。没关系，还是一个数字，你就真的保佑每次摔都一定要摔到猫耳朵。没关系，我们觉得它应该有机会晋级。它晋级之后，看它能够存活多久，看它能过其他的考验。说不定我们今天全部拍完之后，最屌他妈是猫咪。最屌猫咪夜市壳，最屌猫咪夜市壳，有可能啊，有可能。科学嘛，科学、数学、物理学。接下来这个也算是非常有名的军规品牌了，这个 U 牌。我们都会先把 logo 贴起来了，等到如果真的可以进到决赛的时候，或进到复赛的时候，我们再要露出，这个是 OK 的。OK， 但是猫咪壳，我就连它什么牌子我都不知道。就算我真的要露出，我真的要露什么牌，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接下来这个算是大品牌，而且有很多算是那个美军，就是很多军队那个形象会一起拍照片。军队可以带手机吗？军队当然可以带手机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叫 Uber？U 牌手机壳，3、2、1。其实有时候你从声音会大概听出来，有点重，大概多少这样子？2558，吸收率45%，换算1块钱，你可以吸收0.89牛顿。这 CP 值好像没有很高它大概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概念了。你知道，当价钱到一个程度以上的时候，它大部分后面卖的就是行销费了。所以你说它的那个材料跟设计可能就是1000到2000那个区间。没有，如果我说的是，当然手机壳有时候大家要的是什么图案啊、造型啊，还有品牌联名啊、IP 啊，对 IP 啊，IP 也要钱。你就可以大概从猜出说大概多少钱是在技术的价钱，大概多少钱是行销费，大概多少钱是这个信仰上的价钱。来，下一个。这个是 R 牌，这是 R 牌里面目前也是防摔最厉害的。其实我刚我一拿，我就觉得它变超轻。真的假的？对，真的。我一拿我就觉得它变很轻。这个 R 牌应该算是欧洲法国就是第一品牌，销量最好。它是台湾做的，台湾原创。买多少钱？1680。其实这壳我跟大家讲，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单一材料。单一材料。因为我们刚刚就前面就是有人是染玻璃，然后铝，然后有什么？我觉得他第一个拿过来轻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如果它单一材料能够打赢复合材料，那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肯定一定有一点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来，3、2、1，这声音也是舒服的声音。1680块，1526，吸收率67.68%，1块钱你可以吸收快21.90牛顿，还不错吧？这已经是也是第一梯队超越第一梯队的成绩了。现在目前进到1000的应该就有它，对啊，还有猫咪嘛。话先不要说太满，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第2轮应该也是会非常厉害的。来，这是我们的第1轮最后一位参赛者的欧牌，是在美国应该是第一品牌，所以这次的挑战有香港、台湾、法国、美国、韩国，日本没牌子啊？日本有啊，那种观众没有讲，不知道，可能他们不喜欢日本，可能不军规，不够军。这个美国品牌它也是复合材料，来，到底同样的角度摔下去能够吸收多少牛顿呢？3、2、1，这声没塞啊。2120，吸收率55%，1块钱你可以吸收1.14块。好了，第1轮的比赛已经结束，现在要进入第2轮的准决赛。我们要请麻烦公布前5名。我们的冲击力排名呢，第1名是我们的猫咪牌，猫咪现在目前排第1。第2名是我们的 R 牌，R 牌，对，R 牌算是这个寄予厚望。第3名是 O 牌，第4名的是 C 牌， C 牌，香港牌啊。然后第5名是我们 D 牌。
这是总共的排名。那如果是按照我们第一集讲的 CP 值，台湾人就在意 CP 值。CP 值第一名是我们的猫咪牌，还是猫咪牌，还是猫咪牌，哦，猫咪真的很屌，很强，会很强哎，修个抖啊。嗨，然后第二名是我们的夜视透明壳。我觉得它销去比3000多，你手机可能也差不多有点问题。对，所以 CP 值是不代表没有，因为你刷下去，你手机坏了，那你的这样 CP 值有高，好像也没高。这样等于说你付3万了。对啊，付3万，所以我觉得第2名这个干，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像是离群值，有点 outlier。第3名呢是我们的 R 牌。所以如果是以纵观这个目前手机市场，前2都应该说夜视吧，比较正常。有名的牌现在目前只有 R 牌，比较正常是 R 牌，对，比较能合理的，就感觉好像合理这样子。广告时间，感谢本集赞助商 Steady 一信。你知道手机还有另外一种内伤，它比摔坏还可怕吗？那就是手机在你出国的时候没有网路，你地图打不开，要翻译翻不了，漫游费爆炸高，没有网路。比你手机摔烂了还可怕。这个时候你一定想说来找公共 WiFi，但是你可以直接下载 Steady 一信，让你马上就有网络哦。Steady 是什么东西呢？让你出国再也不用换信卡，它就是个全球的一信服务，涵盖200个地区。重点是下载 Steady APP， 安装一次一信就能走遍多国，直接大幅省下漫游费。而且它还有 VPN 功能，可以保障你的网络安全哦。可以支援 iOS 或者是 Android 系统，像是我们这次买了50G 的欧洲方案，它可以让我在欧洲35个国家畅游，不需要重复买卡。但是你要记得下载之前，你要看你手机到底有没有一信的功能哦。通常新手机都会有，它不用信卡，但是它的网络依然顺畅。就像我在马特洪峰的山顶上，你看，在最高处，你看5G 有2格，所以现在我决定我要视讯给副总，看他现在在干嘛。给大家看一下副总，副总6假爸爸，副总看蛮开心的。所以一信在欧洲是可以用的，有料。记住，别让你的手机丢来凶，点击我们下方的资讯栏影片专属连结 steady.com/I'm serious， 记得没有 S。你只要出国结账的时候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IMSERIOU， 你出国就可以省很多钱，还可以有85折的优惠哦。感谢本集赞助商 Steady 一信。好，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只有做镜头这个角度一定不够，因为每个人的手机摔下去的次数不一样。对啊，怎么可能只有一次？为什么人家都说手机壳其实摔久的时候，你其实要换手机壳，因为其实你的材料会疲劳。所以第2轮准决赛呢，我们把前面冲击能够至少通过这个标准值的前5名取出来，啊，后面那5名你没有资格加入，拜拜。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就是撞坏了，所以前5名我们把它拉出来，用同样一个点去撞击一样的地方，然后3次以上。因为其实我们想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材料这件事。嗨，是的，各位，我们现在6次全部撞完了。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就是6次的平均值。你可以从这个6次的指数当中发现的一件事，跟我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通常材料在被破坏的时候，越撞它的冲击的吸收能力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对，理论上。所以我们实验的结果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有点不符合常理。不符合常理，但是符合科学。对，就是我们都以为一直撞下去，它数值可能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啊，因为它会被破坏嘛。但是科学的实验结果告诉你的答案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这前5名没有差到这么多呢？请解答。上一集有跟大家讲到 SN curve 嘛，那 SN curve 呢在讲应力跟循环次数的关系。那这一集为了讲材料特性，我要讲 SS curve。那这个呢，就是跟材料特性有关。那这个测验就在一个万能试验机上面做嘛。那万能试验机就可以做拉伸测验。那对于一个材料，它如果以一个定数的方式去做拉伸的话，它的应变跟它的应力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它的应不是，它的应力跟应变是成一个固定的斜率关系。然后这个前面其实就是虎克定律，硬的会翘起来吗？反正重点是，它前面就是一个弹性体，在前面高峰的阶段之前，它都是一个可回溯性的变形，所以你只要在接受到这一条以下的应力的话，它的材料其实都不会受到破坏。但它有一个点叫做 yield strength， 也就是降伏点，它只要这个应力超过这个降伏点之后，它就会开始变成是不可回溯性变形，那它能承受的冲击力就会降低。但是因为我们刚刚那些值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嘛，所以我推测应该是因为它都没有超过它的材料降伏点，因此它都不会有很大的冲击力数值吸收的变化。你会听懂他在说什么吗？
我用一个简单的概念跟大家讲，有没有看过人家打那个擂台啊？你如果一般的刺拳的时候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刺拳打了2、3次，它其实都不会痛。对。但这时候他妈来个重拳，他硬降服点到了，他就下去了。差不多意思，就差不多意思。我们按照的是第一集，就是我们讲军规的122公分才会去跑，所以其实我们测了前5名，他其实有可能在关键的10公分没有被拉出来，就是我们没有到达他的极限。所以另外我们拉出一个不是前5名的这个 U 牌的拿出来测的时候，他为什么从第1下、第2下、第3下，他的点会越来越高，就是因为以他的那个材料跟他的那个设计已经超过了他的极限值。所以你的手机就会每摔一次它越痛，每摔一次越痛啊，也有可能随便拿另外一只再超过在130公分、145公分，它可能往下去就真的就超过它的，有可能就会直接超过。所以说你看，实验它就是要告诉你说，我到底在日常生活使用的时候，我手机通常一直要这样子掉，应该有点难。对啊，同样的地方点掉很难。那你在设计这个手机壳的时候，你就会可以有数学跟数据告诉你说，哦，我这个材料我做成什么形状。在什么高度往下掉的时候，它会让我的手机坏掉。什么样的材料不会？然后另外一个题外话，你有发现有几个手机它的后面的那个数据蛮特别的？其实是因为我们每刷一次它就闪掉一次。我们刚测完的时候，它其实就一直讲，我们几乎每刷一次它就变这样。你当然可以想说，我每次摔手机坏掉，我再把它装回去一次，我再摔开了一次，然后我再装回去一次，我再摔开一次，我再把它装回去。也对，我们这次的比赛规则就是这样，就是恢复到原状嘛，就是恢复原状摔嘛。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手机壳你不会只摔同一个点，然后只有一次啊，它一定会有翻滚的过程，所以它会可能就过程中就直接掉落了。所以你讲的很好，你讲这个非常对。所以我们要进入真正的总决赛，公益骑士挑战赛能够进入到决赛的，一样是前面3位手机，也就是说，第一个撞击点的前5名跟连续撞击的前3名，想不到成绩竟然都是一模一样。接下来就是刘备还有网友所说的，我手机掉下去的时候，我又不可能一定是撞到这个点，所以我们在最后决赛的时候要保持实验的平衡性，也要保持它的警戒性。我们决定摔4个点。我看有点像许教授的感觉。猫咪的时期到了。老板，你不是有一间别间公司是帮别人设计器材的吗？对啊，比喻出来赚钱。所以其实我拍这集拍完，说不定就是很多人可以到我公司应征。因为其实很多的公司要，不管是它量产商品要全世界的时候，其实它都要设计。所以其实你如果学机械工程，干你是很有创意的。你知道像我们以前去印度拍那个安全帽的时候，你看那个什么自由落体掉落或者是摩擦那个一定不是印度阿拉告诉他们要怎样测的嘛，一定是有一个做工程的机械的人。他反推回来，车祸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去设计那个机器来去做测试嘛？它是根据真实情况，对啊，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测出稳定的数据，这件事情赚钱。所以我才讲哦，就是练机械的人哦，不要他妈就以为去台积电好像很了不起。重点是就是你有没有创意啊？你有创意，当你放到对的地方的时候，台积电的薪水算什么？就科学不是感觉，你要怎么样用机械、数学、物理去告诉人家说事实是如何，这事情难。所以你看，一样这个设备，你一样可以升级哦，就是你可以变成是上瘾的滚珠滑轨啊，你就可以去改装很多的设备啊。做设备这件事情，无限可能，超缺人，真的假的？我另外一间公司案子接不完的，我是真的是接不完的，就是我只是没有时间在做。考虑一下。你还不到，所以其实我们以前的影片都拍过，不是用手机看，就是你看哦，那个厂商出了什么，看我来抄他一下。我是厂商出的，我抄他一下。他说看防摔、军规、耐摔，不一样。猫咪扣掉耳朵的另外4个角度，3、2、1，听起来没有很妙哦。猫咪的真实数据2615，你看真正的猫咪是这样子的。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你只不过把靠耳朵加成而已。好，放另外一边。接下来第2只手机总决赛 R 牌单一材料之代表。都到决赛，我们应该可以讲品牌名字了吧？就是能够在这个赛制里面进到决赛，基本上我们应该不会被告了。进到总决赛，基本上都已经是众多手机之上，因为我们这一集其实已经把台湾能够买的品牌全部的最贵的、最耐冲击的、广告最浮夸的什么的全部都买了。所以在进到总决赛的时候，是能够给他一点，能够获得你的认同。其实，在第1轮的时候，我对这个牌子就已经充满自信了。哦，为什么？凭什么？虽然是单一材料，不符合你们大家世界的想象，复合材料对啊，就是会比较那个。它算是我们第2集的最近没多久才出来的手机嘛。但你在透光下面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里面的结构感，不是为了造型而做的。那是为了什么？这个为了过这个测试。我觉得它另外难的一件事，全部的手机壳里面你拿到的时候，它就是他妈超轻。你知道它用的牺牲材料是什么？什么材料？空气。
空气，我们先不要称赞它这么多，我们先说明摔下去马上变3000。台湾人保守一点，我们先看完结果之后，先不要夸那么多。前面讲的很厉害，然后最后摔下去马上3000。好，3、2、1，声音就是不一样。1616，换另外一个角度。先后盾测速完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在排位赛保持第3名的人是否能够异军突起呢？其实我觉得最后竞争的就只剩这个美国海獭 OtterBox， 这是一个美国老字号，美国人的大同电锅，美国人的骄傲吗？它虽然在我们连续冲撞的测试下会剥落，但是刘备一直说我再撞回去。对啊，你摔起来就是撞回去就好了。3、2、1，噔2456，换另外一个角度。好了，各位工业之极致2025年手机防摔壳最终的数据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公布获得铜牌第3名的是 OtterBox 美国海獭，获得我们第3名。这个角的平均值基本上也是在2000多左右。算是平均，因为通常很多的手机壳其实这个角很好，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相机角做的比较好，所以全部人是保护相机角。对，但是其他的就很惨烈。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第2名就是下面非常惨烈，上面表现极度优异的，不知道哪里来的猫咪壳。但是它标准差很大，上面跟下面差3倍。所以你如果今天是拿这个猫咪壳，你就要保佑你每次摔下去都摔在猫咪耳朵上。对啊。不然基本上也是半斤八两，但是它很便宜 ，CP 值很高啦。不过我还是要站在一个对于材料认识的人，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其实通常夜市可尽量不要买。为什么？因为其实你那个材料原料不知道哪里来的。你知道曾经有一个限制，就是在美国一个卖场上，收银员每个人的癌症比例变得超级高。啊？为什么？双酚 A， 它的接触的这个双酚 A， 然后就之后他们就因为这样事情，然后改了法令，所以双酚 A 它其实在一个年代之后是下降，变成大家要注意的一个材质。然后所以通常你不知道从哪边来的手机壳，我觉得如果你小朋友是长期玩手机的，或者是就小朋友会咬。当然我要讲说我没有把猫咪壳打碎拿去测材料，但是以我对于这个产业的材料的认识跟认知。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这个其实不是我原本要测的，但是网友寄来啊，我想说怕人家觉得我们好像就都是这样，还是要测一下，对吧？还是才拿来测，表现真的惊人，惊为天人。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宣布这次在2025年获得总冠军的表现，从第一次撞击到最后4次都非常平均的阿牌犀牛盾手机。算是稳定输出啦，它的差异真的很小。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一点蛮特别的是，在4个点的撞击上，跟它每一次撞它其实都很平均，而且还是单一材料。我是说，就是所有人做军规手机，每个人都要搞嘛复合材质，因为大家都想要外面硬，里面软。对，让手机能够透过不同材质去结束这个缓冲。搞到最后，大家就变得用复合材料，就是越来越多材料。我再次强调，在这一支里面，我没有收任何一个手机品牌的任何1块钱。如果因为这一集就是有任何厂商因为下了我的业配的话，我频道直接关掉。啊，就是没有啊，就真的没有。我们就觉得说，我想要用一种科学数据的方式，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就是科学不是感觉，材料学真的要学，工业设计真的要学，工程学你真的要学，实验设计也要学，实验设计学的话，实验设计很重要，那你肯定会赚不少钱。对，那最后我们再次恭喜2025年最强手机壳得主肌肉盾阿派。我早就说了嘛，我一开始就对他很有信心啊。他妈早就说啊，你一开始不是这样说，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说。不过我还是觉得跟大家讲几个我个人的小见解，就是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么爱的地方。我觉得它的按键的上大小声，因为它做的是全屏的，所以跟以前我们那个记忆中就是有一个那个颗粒感的感觉，其实不太一样。没有，但是我跟你站反对意见。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设计。因为它这样平滑一体式，就看起来很漂亮啊。你说全滑的是你喜欢的？对啊，而且它也没有全滑，好不好？它这里明明就有给你那个很像盲人点点的那种，这个镂空感，这个就是 future 啊。你知道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做“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所以我现在是怎样？你现在就是看人家赢了之后，你就开始在那边。我抢头草第1名，你不知道吗？但我觉得总结来说，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大家对于这已经流行了好多年的手机壳，突然一个不太一样的感觉，有点像是改变了你一个使用手机壳的习惯。如果你用车子去称呼的话，我觉得它很像是
悍马。你在买悍马车的时候，我就是要来给它他妈就是能够正刷，能够耐撞，能够怎么样？是，就是我就不会去 care 说它油耗，它甩门很大力，然后或者就不会 care 那个舒适的细节。对啦，我觉得反正大家可以玩看看，除了看数据之外，因为手机壳本身就不是只是就是每天拿来摔嘛，对啊，它还有就是你喜不喜欢啊，顺不顺手啊，图案开不开心啊，或者是拿起来的手感好不好啊，或者是你有没有信仰。信仰，所以就是这一集的牛顿测试比赛，就是总结了，就是犀牛顿，果然犀牛顿，厉害。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梗？就是犀牛顿，果然犀牛顿，犀牛顿，犀牛顿，果然犀牛顿，它的阴影哦，没事的，没事，你不懂，你不懂我的幽默，但我觉得没有很好笑。你还是去台积电吗你？各位好兄弟们，今年的兄弟茶上线喽！今年一样有高级的梨山福寿山茶，还有风谷茶，当然还有方便携带出门在外的茶包，你都可以带到世界各地去跟你的好兄弟、好朋友们分享。喝茶即兄弟，是兄弟才一起喝茶，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喽。总结来说啦，其实我们这一集也不是要特别去讲说谁的什么手机壳特别厉害、特别屌，而应该只是说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就算你是单一材料，或者是就算你是用好的设计方式，其实你是可以改变很多大家既定印象。还有另外一点嘛，是贵的不一定最好，不一定赢单一材料。而同时，其实复合材料，其实我觉得最不喜欢的就是它没办法回收。其实你认真想一想哦，你知道它的制胜关键是什么吗？什么？我如果回到工程设计、工业设计上去看，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从小到大非常风行的气垫感？但是我说的气垫不是那个夜市壳气垫壳，你看我们从小时候国小国中就开始气垫很风行，但气垫的结构设计跟它的材料其实也都一直在迭代更新。你看 Nike 这个牌子，它能够做气垫做了这么多年，然后到现在完全跟一开始做的气垫完全都不一样了。你知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是什么？它不是靠感觉在做事情，它是靠科学。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是在靠感觉做事的时候，那你就是偷骰胡。那你如果是真的用科学跟数学就原理去做事情的时候，那你才是工程师，因为这样子你开发东西才有基础。对，就开发东西，就你有数据，你才知道你有没有进步啊。对，你下次你才会知道说，那我都用这个材料，我这个角胶我再改一点点什么的，那我撞下去是不一样。那我这个形状再变成圆形的是不一样。我这个在，所以其实这个壳最难的就是它要挤出那个空气的空间感。好了，以上就这一集超认真少年。如果你有任何想要问的，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们这集花了很多钱，你想要赞助我们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去买超认真兄弟茶，对，然后来支持我们频道，然后能够拍出更多开启你工业知识想象的影片。那这一拜就这样子喽，我们下拜见，拜拜。感谢大家本集的收看。在影片的最后呢，其实我有一些画面想要放给大家看。在第一集的下面网友就有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测弱摔举止跟仿型机的测试呢？或者是你们这样测根本不准，你这样根本测不到手机里面的撞击，然后。但其实呢，我放这个画面就是想要告诉你们，我在拍第一集之前的前几个月，我都已经做过了。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测试，两边都有高度的正相关。而我们为什么最后用实际的方式呢？是因为我们想要用更直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要上物理科学课。但是你就算用物理科学去算，它的结果跟排名也都是一样的。或者是我们括号出冲击力跟加速度来看，手机壳的表现它也都是差不多的。而我们呢，其实很早就把这个影片录好了，因为我早就预判到你们会在下面留言靠背这些东西。不过这是好事，表示大家很在意材料，在意科学。所以假设我今天先放仿型机，然后再放实机，一样会有人靠背说这个实验不准，你怎么没有用实机？或者是我今天只有算举止，没有用实机，也会有人靠背。但总结，其实我们所有做的一切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要做硕士论文，我们只是想要创造一个公平的机制去比较不同样的手机壳、不一样的材料，它的好坏差在哪边。而且我们应该要抵制那些夸大浮夸的行销手法，用实验科学数据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要相信的是科学，你要相信的是材料。科学它不是一种感觉。还有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行销名词真的不要再乱用。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当个论文做？我觉得可以。你觉得我拿这个东西，然后我去台大机械跟大家说，老师，我想要做一个论文。我觉得有创新性，有贡献性，也有难度。那我问你你的论文是做什么？我论文是做一个测它的战斗的一个 APP， 我写了一个程式。有创新性吗？有创新性啊。有贡献性啊。有贡献性吗？也有难度啊。那比做手机壳难吗？那有比做手机壳难吗？肯定没有。这集结束之后，如果一堆人找你做器材怎么办？可以啊，但是我已经接不下了，我已经接爆了。不过如果你真的对这种东西有兴趣，你可以写信到超认真，我可以帮忙做，分我50%就好了。大家想象一下，你要不要比刘备强？因为刘备基本上是进不了我这个公司。哈？
我还不够格，真的不行，连我都不够格，太过分了。还没，快收，收，好啦。收。